先讲正见，为什么呢？没有正见就没有正定，正见了以后呢，正思，正思是什么呢？正确的方向跟目标。你确定了这个正见，什么正见？缘起的正见，无常无我的正见。然后呢，你就会去向这个解脱。你的正思就是正当的、正确的意志你趋向什么方向去？你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正语、正业、正命。正语、正业就是正当的行为了，正命就是正当的生活方式。然后正精进贯穿正念，然后正定。然后我们常常发现到说，正精进它会放在中间，包括我们的六度精进也是在中间。精进不是放在前面，为什么呢？一开始就叫你精进，你都不懂得怎么用功。那为什么到中间才讲正精进呢？因为正精进过后的都是出世间的六度：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禅定智慧是要解脱了，所以精进要放在这边。其实精进是贯穿全部的正道，但是它要放在中间。你看它也是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然后正念、正定。正念、正定就去向解脱了。正定，你的定是印证到什么？印证到正见。那么开始的正见呢，是世间的正见。通过精进的修行，正念、正定就是出世间的正见。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灭了。所以修道，然后灭。所以四圣谛呢，知苦断集，木灭修道，或者是知苦就会木灭，就会羡慕这个向往这个灭。要向往这个灭，要断掉这个集，断掉这个集要修道。所以整个来讲又回到修道。那么修道的话呢，一定是正见。佛陀修行的时候呢，他不直接依正见，为什么呢？佛陀他是发现真理的人，他是发现他是觉悟。我们说他是第一个觉悟的，所以正见是他建立的。那这个正见建立不是他发明的，而是他发现的。然后他发现了以后，他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修的时候就要从正见下手。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修行才能够顺着佛陀教导的那个正道而行。那我们呢是后觉嘛，所以我们叫声闻了。所有佛陀的弟子声闻，就是闻佛陀的教义，教那个声音然后呢修行的，所以我们都是声闻弟子那所以佛陀呢是先觉，我们是后觉。那先觉他走过的路很清楚了，他告诉我们，我们就顺着那条路走。那佛陀是第一个嘛，所以他为什么他的那个位置呢特别重要？第一个发现的所以你看我们物理学家很多很多都有很高的地位，可是呢我们还是把牛顿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为什么？他发现万有引力，所以后来的物理学基本上从这边开发，从这边去进入嘛，所以他是第一个，所以一定是他教学。然后佛陀的这个觉悟呢又深又广所以呢他在教学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这个教完成了。那完成的时候呢，不是他一开始就想我要讲四圣谛，我要讲十二因缘，我要讲什么，不是的他先讲这个运处界，就先分析我们身心的状态，然后让我们看到苦，见到了这个苦，然后你就会想要离苦得乐，知道了轮回，你就要想解脱，然后再告诉你怎么修道，怎么解脱。然后修道里面呢，最主要的就要回到禅修。所以呢，不管是哪一个修道，一定有这个定在里面。只是这个定呢，有跟会相应的正见引导的定，就是正定，它就是解脱的定。然后呢，在六度里面有般若的禅定，
它就是解脱的定。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修定，比如说在后来我们在近代呢就有，比如说太虚大师这个印顺导师把佛教整体的这个系统再建立一下，就说明了说有五乘功法、三乘功法跟大乘不共法。那我们就看到五乘功法呢，它的3种福行是什么呢？布施、持戒、禅定。但是讲到禅定所以呢世间法。然后声闻的法呢，就是所谓的3乘共法呢，禅定持戒、禅定、智慧，还要有这个智慧了有这个慧才能解脱。然后大乘不共法呢，布施、持戒、禅定、智慧都有了，然后用精进贯穿了，然后加上一个安忍。为什么要加安忍呢？因为菩萨道修行的时候呢，遇到众生难度，你就要安忍。你要全部能够包含，能够接受，你才能够完成这个菩萨道的修行。所以他就加一个安忍。你是修人天乘法，不忍没关系，反正我这5戒持好了，我3个5戒持好了，我多做点布施，一点点禅定的功夫，我就升天了。不升天，没有禅定功夫，我至少在人间做大富长者那还有能力不掉恶道嘛，对不对？那你要解脱，一定要智慧，没有智慧不能解脱。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布施、持戒、禅定5乘共法的3福行然后解脱的就是3乘共法的3学、戒定慧，大乘不共法的6度，全部你看定都在里面，戒和定都在里面。但是呢，出世间法有慧，世间法可以不要有这个出世间的慧，基本的慧要有了佛法的正见还是要有了，但是呢，不是解脱的慧。所以讲到这个慧的时候呢，都一定是解脱的慧。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整个佛法的这个禅修定呢，是一个重要的地方。然后呢，确定这个定能不能够解脱，是在慧。所以八正道有正见，所以八正道的定是正定。然后6度它有般若，所以它的禅定跟般若结合的，所以定慧一体嘛。这个当然是禅宗后来把它结合，但在大乘菩萨道的时候呢，他讲到这个6度的时候，还是这样子讲，禅定然后智慧还是分开来讲，修的时候呢，还是有点分开来修。所以大智度论他讲到禅定的时候，就把所有传统的禅法全部涵盖，然后智者大师呢就集大成嘛，就把全部包括论点里面所有的这些全部收集在他禅波罗蜜那本书，然后再把这个禅法呢分类有世间的禅法，然后有一些禅法呢，你修的时候是世间通往出世间，叫异世间、异出世间。那有一些禅法你修呢，就是出世间那有一些禅法你修叫做非世间、非出世间，那个是大乘的禅法，那个在传统的禅法里面是没有提的传统的禅法基本上都是分世间跟出世间而已所以像南传佛教他们都是世间跟出世间像清净道论它清净道论的结构是什么？戒定慧3学，前面讲戒，然后中间讲定，后面讲慧，它很清楚的，它的这个论里面论点的结构3个很清楚，所以这个就是传统世间的出世间的一种修行。然后戒和定基本上还是在世间，必须要有慧才是出世间。所以呢，像我们讲的四禅八定，基本上还是世间定所以世间，所以包括智者大师他也把它归纳在世间定这边。那出世间的定呢，就一定要有慧了。那出世间的定一定包含了这个慧，所以出世间的定呢，在这个智者大师的
的说明里面结构里面呢，他就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不净观用不净观入，为什么呢？在传统的禅法里面，不净观是趋向解脱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观法，观身的不净。你观身不净呢，你才能够远离这个身根，就远离这个整个这个身，这个五蕴的这个组合的这个身，然后才可能趋向解脱。但是这个是传统的说法那如果是讲的这个是禅定的方法，那如果我们是要跟理论结合的话，一定是四圣谛跟四圣谛跟十二因缘。那么四圣谛跟十二因缘呢，是肯定是出世间的，因为四圣谛就包含了两重因果，一个世间因果，一个出世间因果。然后这个十二因缘呢，它谈到无明，然后缘所有的这个轮回。那如果无明灭，就所有的这个轮回就灭嘛。那么这个部分呢，在智者大师的这个禅法的这个结构里面呢，它属于出世间禅。但是在禅波罗蜜里面呢，四圣谛跟十二因缘他没有谈到，后面的都没有谈到了所以他的禅波罗蜜只讲到这个通过这个所谓的八解脱、八倍舍，就跟四禅八定有关系的一种观念就修出世间的这个观念的这个禅法。那么这个是智者大师的一种判设，他对整体的这个禅法做的一个判设。但是呢，他中间加上一个叫异世间与出世间，就把六妙门放进去还有一种禅法叫16特胜。16特胜呢，现在是有一些南传的禅法在用他那个禅法在用的话呢，就是呼吸的方法，观呼吸长，观呼吸短。那么在观呼吸长短的过程中，发现到这个呼吸的变化，其实就是生理的变化，从生理的变化发现到心理的变化，然后一层一层上去16层，到第16层的时候呢，如果完成了，再上去就到出果相，就是你16个特胜修完了以后呢，就是通往出世间了那你就是进入到这个出果相，出果相完成就到出果，证到出果，然后就一直上去，就阿罗汉的果位。那么他们的禅法里面呢，就讲到说，菩萨呢还是凡夫，那么你要修到16特胜完成了以后才出世间，所以16特胜这个范围的，就是他们有所谓释迦行什么那些说法呢，就是它还是属于世间，所以异世间异出世间，就它通往这个出世间所以这个16特胜的方法，就是像我以前学的呢，是这种观这个呼吸的可能你们现在也有学这个禅法，那么他们就是用这个16特胜，然后他们画一个表，告诉你说，你只要通过第13个特胜呢，大概就一直往上去了就一直会到第16，然后16再上去呢，就出果、2果、3果，一直证上去，然后就到阿罗汉的果位。他们阿罗汉果位呢是最高了。那如果要证到佛的果位呢，就是第13个特胜他不过。为什么呢？因为一过第13的，你就一直往上走。那第13的这个特胜不过的话呢，就是你发菩提心，你发了菩提心，他就上不去了上不去为什么呢？因为一上去的话呢，你的这个就是存在世间轮回的时间就很短，证到阿罗汉的果位，你就不用再轮回了或者是证到出果的话，7次往返人间天上，太短的时间不能修佛的功德，所以佛的功德呢要广，要广的话有很长的时间来修，所以你不能直上，你要往旁边两边修，这个是他们的理论他的这个传统的一种说法，不一定每一个教派都这么说，南传禅法里面也有很多不是这样子讲的。那么也有一些呢重视这个禅定，认为说你一定要入初禅以上的定才能做观想。那么像这种禅法呢，就观这个16特胜的是
没有讲禅定的，那就16特色就是观法、观呼吸而已，他不讲定。但是呢，如果要跟他禅定结合的话，也可以。所以智者大师也把那个写出来，他有结合。但是呢，他完全可以离开这个初禅以上的定来说明，那就到这边，然后可以上去，所以他也可以通往这个会解脱。这两个派系呢，实际上在缅甸的禅法里面就很明显啊。观这个腹部呼吸的这个呢，它是不说定的，直接就观，观了以后你就可以证到这个果位了。那么另外一个呢，他说非入这个初禅以上的定，这个观想不能成就，所以他们观就禅相出现，然后怎么从禅相进入到这个初禅，这个另外一个系统，一个强调定，一个比较强调这个观会所以他们也有不同。但是呢，基本的原理呢，回到这个缘起缘起的话，因缘生，因缘灭，然后呢，无常无我，就回到这个根本。所以佛教的这个禅观，如果不是依无我，不是依无常来做观想的话，那就不是属于佛教的如果你是有一个我，要犯我合意，然后要证到这个什么真我的那些其实呢，都不是属于佛法的。所以佛法的这个禅观呢，一定是无我，这个是佛陀的教学，就缘起那缘起法的话，就无常无我。那你要对这个有很深的了解，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讲到这个戒定慧的时候呢，慧还要再分闻思修。听闻佛法，思维法义，然后修定成就了以后，再修观、修慧就止观双运。所以你在修的时候，当然皆是保护你日常生活不犯这个恶行然后定和慧在运作的时候呢，两者一个呢是不断的禅修，修到至少未到地定会解脱，能够入初禅以上的定到四禅是最好的最理想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没有慧也不行。慧的话怎么建立慧呢？闻思修，要善慧所以听闻多闻熏习，多闻熏习怎么多闻熏习？清净善事，多闻熏习，如理思维，然后就法随法行然后你这样子修。那么在修的时候呢，在修的阶段呢，就是你这边修定已经修到某个程度了，所以你的慧有这样的一个理解了，建立了这个正确的知见，然后两个结合，正见跟正定结合，所以用正定来正到这个正见，然后正见呢是引导正慧正定。所以第一个正道跟最后一个正道，它必须要相互印证。一个是理上的，一个是实修的理事修，一个是理解，一个是事修。所以事这个理和事解和行结合，那就解脱了。那么正见是什么？是圣谛，是因缘。回到中心缘起，回到这个法则，因缘生，因缘灭，无常无我。那大乘佛教讲空，把这个无常无我统一了，讲一个空。所以佛法的修行，佛教的修行，一定要回到这个正见来。那如果没有这个正见引导的修行的话呢，那我们修的都会偏外道去了。所以很多禅修到我们禅堂里面用功，很多还是外道的。尤其是那些心外求法，整天想说通过这个方法得到什么体验得到一些神秘的经验见光见色这些都有问题。就心外求法嘛，你不是内修吗？内修的话，不只是见到一切法无常无我，能观所观是一切是无常无我，能观也是无常无我。所以呢，无掉这个错误的知见，那么你才能够舍下对种种这个染着的这个力量，才能够放得下它，那么才能够解脱。所以佛教的这个解脱的禅法呢，是依这个原理来运作。
所以如果我们禅修的话呢，要回到这个原理，要具足这个正见，很清楚了。然后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就往这个方向，然后往这个目标修。所以知苦断己，目面修道，那我们就修这个八正道。其实所有的修行都是八正道。你看正见、正思，它是属于智慧的部分，然后正语、正业、正命是属于戒的部分，然后正念、正定是属于定的部分，戒定慧都在里面了。然后用正精进贯穿，然后六度也是这样子，戒定慧完成的然后如果我们修世间法，当然你的禅定就好了，没有智慧，升到天上去，入神定定这个三界嘛，人天乘嘛，对，五乘嘛，就到非想非非想定，还是只有定没有慧所以戒定很深，但是没有慧不行。所以慧是我们解脱的这个根本但是你要能够证到这个慧，闻是修的慧，一定要在定的基础上面，它才能够完成。但是定呢，有深定，有浅定。深定就具解脱，浅定的话呢，就是慧解脱。所以慧解脱基本上就完成了这个修行的重要的这个根本，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佛教的基本的这个禅观所以我们修行的话，要有这个正见来修好，我们时间到了。